卡 K 吧结束之后，我们再去喝贵公子喝调酒，然后贵公子喝完之后，旁边是 M 男模会馆，然后有朋友在里面，然后问我们要不要去，我们说要，然后结果早上7点，我在M 男模会馆门口坐在地上大吐特吐，吐了1个小时。他想去当男模，我超想去体验当男模。我觉得可以，因为现在很缺人，但这次我去之后，我发现第一次去是4年前，然后现在去整个素质变超差，然后4年前真的很赞。你现在的差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气质跟他们的长相就是很油。讲到爱情观，我爸说其实爱情可有可无啦。正确来讲，就是以前我们常听一句话，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对对对，谢谢。穿过就可换，没错没错。带任何感情。但是我爸跟我讲一个更棒的理论，他说你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在家里？我靠，他是这样跟我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吧。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这是一个有感触人事物故事的一个单元。我是人生好伴，我是小欧。大家好，我是 King。嗨，大家好，我是 Giovanna。喝酒的话找我就对了。所以你的职业是什么呢？我是调酒师，而且是全城最棒的调酒师。我不要说全台湾啦，因为全台湾有点假。全城是指哪个都市呢？天龙国。天龙国最强调酒师，天龙国最强调酒师。那以前就是念这个相关科系毕业的吗？没有没有，我是念那个做老板大腿打字的那一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职业啦？现在这科我相信已经没有了，商业文书科。有这种科系，意思就是出来做秘书的了。所以那你小时候是把这个职业当成是你的一个志向吗？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家爸妈全部都是餐饮服务业的，可能耳濡目染吧。然后我个性又比较外向活泼，念商业文书的时候，我是刚开玩笑，我根本没有想要做秘书，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办公室好好坐着，比较想要跟多一点人接触的行业。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只是为了一个文凭或者是一个学历。对，因为商科里面好像不用念微积分，所以我就选那个。因为会计什么的，好像他们都要国贸，好像都还是要学微积分。哦，King，你听得出来还是香港人？我听不出来。请问你什么时候来台湾呢？我妈生我的时候在香港生，然后一生完就带来台北。所以你是从小就在台北长大，吃台湾的米跟喝台湾的水长大，所以才那么漂亮。本来就是啊，香港人都说台湾妹最漂亮，很多香港人超喜欢台湾妹子的。因为我之前有交过香港的女朋友，香港女生都还蛮悍，就是比较凶一点。但是你以理性的说法来讲，是他们比较逻辑，比较有主见，她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可是我觉得现在台湾女生已经慢慢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啊，我觉得人太多有那种，比如像你刚刚讲的嘛，我们都好像太多都是用耳闻听来的。对，我人生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其实我超充满了所有的幻想。以前我们都会常看爱情动作片，所以其实你脑中想象的日本妹子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我人生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满心期待，就一下飞机在那个羽田机场一出来之后，看到所谓真正的日本妹子的时候，大失所望。对啊，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漂亮的都在动作片里面，都在录影带里面，都当艺人，都当艺人去了。这个从小的东西啊，其实是真的会蛮多影响的。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常看这些片子，所以对我们的一些记忆一定会有影响。我听说 Giovanna 也有一个小时候对自己后来长大后的个性影响的一个故事，可以大概帮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家是不太像传统一般台湾的家庭会希望说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什么的。我父母对于升学或者是学业这方面其实是没有太大要求。那时候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我其实不知道他对我们念书的期望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讲过。可是有一次我国中第一次偷交男朋友，我男朋友送我回家，然后好像就在那个家里的巷口被我爸逮到，他没有来制止，他就回家，然后他就等我回家之后，他就把我叫上去，他要跟我讲话，他就说让你去念书是学做人的道理，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但是他也没有提到成绩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感动。抓包这件事先不要讲，我才知道说原来他对小孩念书的期望是去学做人的道理，而不是为了成绩。我们念书的时候是没有压力，那这方面我觉得我爸的教育还做得不错。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就是玩社团啊，然后我去打工啊，就是其实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出社会，根本就已经不想当学生啊。然后我个性又比较外向，所以一直很期待赶快变成大人。这样听起来好像我家庭好像蛮不错，其实我家庭其实是很不行，就是我爸妈的
的婚姻非常的惨烈，家庭其实也没什么温暖，因为我又是家里老大，会养成我一直想要往外跑的个性，然后回到家几乎就是睡觉，我永远都在外面，不是玩社团就是打工，要不然就跟朋友混在一起，是不想回家，不想回家。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发生这种状况？国中就已经开始偷交男朋友了嘛，不太想回家。可是那时候真的国中其实还真的不能干嘛，也没钱。那个时候爸妈就关系不好了吗？爸妈关系就不好，然后爸爸是还有做饭店的主管了。他下班时候他有经营副业，就是好像在晴光商圈那边的时候，双城街。对对，谢谢，对我忘记双城街，他有跟人家合股一个，那时候叫 Piano Bar，晚上他都在那边，然后他就会在一些声色场所，所以他就是会乱搞女人啊这样。我爸也是一个对我们小孩平常还不错，可是他对女人就是把女人当作是泄欲的对象，可以这么说，这么严重。讲到爱情观，我爸说其实爱情可有可无啦。正确来讲，就是以前我们常听一句话，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对对对，谢谢。穿过就可坏。没错没错没错，不用不带任何感情。但是我爸跟我讲一个更棒理论，他说你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在家里？我靠，他是这样跟我讲。早期的渣男这么有学问啊！他就这样跟我讲，所以他的意思想要告诉我，就是说，好像那阵子我失恋怎么样，反正他想要告诉我说，爱情不重要。可是那个时候我比较小，我其实不是听得很懂，我也不知道说把他联想到渣男。可是我现在一想，我就觉得说，我爸心里就是有一套理论，所以他才会一路不停的外遇很多女人这样。那我妈是在这样的关系下，她觉得很不平衡。我妈是初恋啊，然后处女什么都是给我爸的，而且我妈又长得很漂亮，不对等的关系就这样展开。我虽然没有看过爸爸，可是我大概能想象他应该是长得还不错，风流倜傥，风流倜傥。对，应该长得就是他把自己当楚留香那一类。你要像我们这样子，怎么当渣男？爸爸他跟妈妈关系不好嘛？爸爸会对妈妈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吗？除了这以外，就是他们常吵架，然后吵到最后会变成打架，然后我爸就会打我妈，真的就是拳打脚踢那种打。然后我妈常常她会把蛋煮熟之后，对，然后那个蛋就在身上撸，然后只要她被我爸打到，我爸常打脸，所以眼睛什么都会红青，蛮恐怖的，蛮恐怖。所以这样的关系会有影响到你长大后的个性吗？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不懂，后来我妈为了逃离我爸，因为我爸会用那个金钱控制他，因为我妈没有工作嘛，在香港跟我爸结婚之后被带来台湾的，就是像家庭主妇。我爸对他的那个每个月给家用也是非常的省，就是钱用不够之后，我妈跟他拿钱，他可能就是会大小声，后来就会演变成吵架打架这样。所以后来我妈就受不了之后，她就决定要自己出去打工。可是问题是我爸把他的那个护照啊、身份证什么都扣起来，锁在保险箱什么之类的，我也不晓得。他只能去做一些，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跑去条通区的酒店找到了一个老板，那个老板就是听了他的遭遇很可怜，就用他。而且那时候我妈国语还不太会讲，就是还是广东话或者是说有腔的国语这样子。他就先在里面端盘子，就是现在所谓的公主吧。后来我妈做得很好，因为我妈很漂亮，然后就慢慢做起来，就后来就变成妈妈桑。所以后来我国小、国中那段时间，我都是在酒店长大，因为我放学或者说寒暑假我没事做，我就会说妈咪我陪你上班，然后我妈就好啊，然后我就会到那个小姐休息室，然后因为我妈做呢是全台北市最屌的，所以那个书画间真的很大，很像那个戏院演员后面那种一排的那个书画镜，然后就会有那个化妆灯，然后我就会在那个化妆室里面跟全部的姐姐一起玩，然后他们也会陪我，然后下班我妈就会带我去吃宵夜，跟其他小姐一起。这样妈妈其实也算蛮强的，我妈蛮酷。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包厢叔叔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叫我进来，他说你这个是什么叔叔什么叔叔这样认识，然后他们说妹妹好乖好可爱，要吃什么随便吃。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什么乌鱼子炒饭啊什么，那时候很厉害，鲍鱼炒饭啊，就这样点。那时候就有这些东西。对啊，那时候酒店就很多东西可以吃啊。对啊，就是酒家菜、然后烤鱿鱼那时候一盘就要1000块。我在讲我小时候，所以是就1980几年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台湾人很有钱的时候，快30-40年前，台湾前烟角木，对那段日子，对，一瓶可乐铝罐可乐是500块台币，500块，大概可以买1箱了吧？那时候一根冰棒才1块钱对，40年前，对。然后那些叔叔就会给我红包。女人真的要赚钱，自从我妈赚钱赚很多之后，然后我爸就开始不敢大小声。那还有
家暴吗？有，但是我妈就会跟同事讲，然后就会公司会有那些维士，对，我刚刚想讲保全，可是那年代还没有叫保全维士。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叫我找几个安管陪你去。对，现在的叫安管，以前叫维士，的确是这样子，没错。然后就会陪她回家，有靠山，我妈就有靠山。女人要赚钱，要自己有工作。其实我也蛮认同这一个点，我觉得再怎么样，女人还是要自己的工作，金钱要能够独立，不要觉得给人家养很棒。所以那个时候经历过这些东西，对你的个性有影响吗？我们家3姐妹对我妈这个行业，我们3个人是非常有出入的。像我就很自豪，我就算跟同学，即便同学不懂什么叫酒店妈妈桑，我还是就会说我妈是妈妈桑，超屌。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业，其实我是蛮敬佩我妈。我也看她在那边调度啊，你要调度小姐，然后你还要跟酒客交际应酬。那因为我妈在香港受教育的，所以她英文那个时候她英文是很强，然后她又会讲广东话，然后她国语也会，只是她不会讲闽南语，所以变成说她本地 local 的讲台语的客人她就无法应付。可是其他的客人，香港啊很多外国的宾客会来嘛，那因为那个酒店规模很大，所以其实很多商务客，很多老外，香港人他也招待很好，老外他也没问题。那时候其实我就看我妈交际应酬，我其实是蛮佩服她，然后她钱真的赚的很多。2妹跟3妹对这个事情，就是我2个小妹就比较畏缩，她就不太爱讲家里的事情，可能她会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在心里对我妈看法是怎么样，他们就会避谈这件事，外面也不讲，这样只有我就很爱讲。就你的观察，爸爸呢？我爸就是我妈越来越厉害，我爸就越来越孬。饭店管理这列他其实是蛮厉害，他的主管也都是老外，因为他都是做外商的饭店，那个时代是所有的高级主管都是外国人在接手的。为什么知道？因为比外国人最注重那种圣诞节啊什么各种节的派对，那个时候的老外就很喜欢在各种节日的时候就邀请整个饭店各部门主管，他会要你携家带眷参加这些 Christmas party 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会在那个饭店最顶楼那个最大的 penthouse 里面，然后就会一堆外汇啊，就是会玩得很疯这样。其实我的家庭其实很多元的，就是我从小就是接触各种不同的人，有外国人，有像我妈的那个酒店环境，其实很丰富的童年。多元童年。我很早就接触大人的世界，所以我从小我就很早熟，然后我就大概就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情冷暖啊，要怎么应对进退啊，这样提早社会化。对对，奠定了我后来一出来我就决定要走服务业这行。一出来之后呢，是开始从事什么行业？我做美式餐厅，不是 Fridays。bartender 吗？还是先做外场，然后后来呢，那个时候的吧台经理觉得我的个性很适合进吧台，然后吧台又缺调酒师，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要进去。第一句话我就说酒很臭，我不要。我真的太年轻，我什么都不懂，酒超香然后我想到小时候年轻不懂事，怎么可以批评酒很臭？反正后来还是被骗进去了。可是吧台是一个很迷人的行业，你一进去之后你就出不来。所有的餐饮业来讲，吧台是一个地位很高，并且是自主权很大的。你可以骂客人，然后你也可以骂餐厅的主管，你也可以骂那个主厨，不知道在秋什么，调酒师就是很秋。相对来讲自由度很大，然后不用对人家鞠躬哈腰的，所以真的是蛮有魅力的一个职业啦。我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宣传，大家赶快来当调酒师。结果我儿子跟我说他要当调酒师，我就说我打断你的狗腿。我儿子说妈咪你可不可以教我调酒？我说你要干嘛？把妹啊。把妹啊，把妹啊！每个男生调酒师都是因为想要把妹了。当调酒师把妹真的相对容易啊，真的不用看长相，你一进吧台你就有那个自带就气场。哦，真的假的？对，他那个很怪。因为通常会去喝调酒的人，我们就来看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通常会一个人去，我第一个我今天有一些故事，或者是我想要一个人静一静，或者是想要来这边感受一下不是孤单一个人那种气氛，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有些故事是不方便跟朋友说，下班很累啊，我觉得不想直接回家，想要找个地方聊聊天，可能就会坐在那边，然后他们能倾诉的对象是谁？就是调酒师啊，对啊，所以他们会跟调酒师聊很多的心声。那你试想嘛，他们这样的情绪拉久了，然后调酒师又有酒精的催化，酒精的催化，然后调酒师一直不断的听你的讲话，然后鼓励你。我靠，那你觉得后面会变成怎么样？他其实是想要鼓励你把钱掏出来。对。那看来我选错行业了。然后再陪你聊聊心事这样子。
现在转职还来得及吗？对，可以不要当男模会馆，你还是去当调酒师好了。你没有开酒啊？开过酒吧？开过酒吧，可是真的假的？可我们那是赏大酒的酒吧。我18岁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觉得想要做个生意，因为我从小也是那种不安于世，很想赶快出来，然后自己创业。然后我18岁的时候就决定，到底什么东西比较好赚？后来想想，好像酒水是最好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世人都有这个迷思。对啊，拜托，真的。我真的呼吁大家不要开酒吧，我们现在酒吧已经成行成市，我们现在比 7-Eleven 还多，拜托不要再开酒吧。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好吧，那就从事一个卖酒水的生意。问题来了，就是什么都不会。所以为什么刚刚我知道双城街那一些地方，就是因为想入门，可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入门，所以那时候就跑去所谓的书局买所谓的调酒，那边很多调酒书籍，对想说让自己回来研究。我就看到好像台北最有名的就是像双城街那一带，因为有很多美式酒吧在那边。对，然后我还有一天晚上就是自己跑到那些酒吧去喝。我跟你一样，我一喝就觉得妈呀，这好难喝啊，这什么东西？是可是后来想想不行，我觉得生意都很好那代表我觉得我的直觉是没有错的。只是我想说我一个男生，而且我也没做过这个行业，可是我很爱聊天，总不能自己做吧。然后那时候其实很流行的是所谓的那种，就是请几个妹妹这样子，现在还是有，对，现在还是有。所以我那时候脑筋就动到这一边来，好因为那时候认识几个长得还不错的女生朋友们，我就找他们来当员工，不然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行业好了。没有做还好，一做发现妈呀，就是你想象总是很美好，是，可是你一旦踏进来，你就发现靠，原本的想象是请这些女生啊，然后就骗酒啊，每天就聊聊天，聊聊天啊，殊不知每天喝的要死要活。对，而且他们不跟妹子喝，他们专找老板喝，很爱。我跟你讲，酒吧老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你们不在看妹子的吗？怎么喝到最后都跟老板喝？我觉得其实跟那个华人文化跟台湾文化很有相关，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认识这家店的老板大家都想要找各行各业都想要找老板。然后我大概做了3个月吧，我发现真的不行，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肝要坏掉，我可能会死掉。后来是因为我妈一句话，我妈跟我讲，有些行业是你能做，有些行业是不是你能做的东西对，有些钱你能够赚，老天赏饭碗吃。我还发现你不是那碗饭就是老天让我创业，我创错业了。但你那时候都说做的是bartender，那完全不一样。真的吗？对，你那时候你当老板啊。最后听完之后呢，我就突然好像感觉解脱了，因为我妈终于给我一个台阶下，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做这个行业。老大可以叫你回家。隔天我就跟我们那几个妹妹讲，这间店送你们了。你刚刚讲的是就是开始踏入这个酒吧的行业，从事bartender。那个时候待这一间公司待大概多久的时间？服务业的流动率非常的高啦，主要也是看同事，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跟你很好，然后你可能去别家店，然后你做一做觉得好像也不错，你就会拉我进去。所以我们这一行其实是同一批人，但是我们会一直换来换去，不会说有一家店做特别久。后来有去哪一间待的比较久吗？后来接下去我就去香港工作，然后香港也是餐厅，现在叫做餐酒馆。那以前的餐厅一定都有附设酒吧，就是他们会分2区，划分的非常清楚，就是这一区是用餐区，这一区是酒吧。以前是说你要先来在酒吧喝个2杯餐前酒，然后再进去用餐区吃饭。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点酒，但是你结束你还想喝酒，你就是来酒吧。那时候怎么会跑到香港去？因为那时候也是一个机缘，就是有认识的朋友在香港那间很大的主题餐厅，他在里面当经理，所以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而且刚好我也有香港身份嘛，我不用再申请什么工作证，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要去香港工作，然后我妈就说好啊，然后我就去，然后一待就待了快10年，21岁去的，然后30岁的时候回来。有什么样考量吗？除了刚刚讲是说因为朋友推荐去，还是说当时有什么契机点？没有，那时候我就是觉得想要离开当时的男朋友。早说嘛，这是一个很好分手的借口。懂问懂问。对，我想说这怎么刚刚讲的感觉比较像是冠冕堂皇的话。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男朋友，一定要提到他一下。我不是说我跟家里感情不好，我就想外跑嘛。那个时候我逃家，然后那时候我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就租在现在的市民大道。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市民大道嘛，那个时候市民大道都是火车、铁轨，没错，谢谢。所以我就租在那边，所以一个套房大楼吧，可能7、8楼之类的。然后我就租在
在那边。然后当时的男朋友很有 guts 哦，帮我付租金，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交往。可是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男朋友对我很好，可是我很害怕，我觉得说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跟他在一起了吗？我18岁认识他的，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就只觉得说我的人生不会只有你一个男人，可是又找不到借口可以分手，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到异地工作，哇，何乐而不为？好理由一个好的台阶下一兼二顾，蒙拉甘塞狗这样。又可以去国外发展，又可以跟现在男朋友分手。后来他没有分手，他还是一直等我。我当然一到香港，我就是像那个放出笼的小鸟啊，对，就很开心这样，然后就开始大玩特玩，大交别的男朋友那你的个性比较像你爸哦。对，这样听起来这样，真的耶，完了，这姐妹如手镯这就是什么？男人如衣服。对，难怪那时候我妈就是说我很像我爸，我还不承认。谢谢你，可以你点醒我。好，对我像我爸。所以果然爸妈的教育对小朋友是有影响的。好可怕耶！我刚其实要问说，你能够想象吗？就是假设你今天交了一个女朋友，对你百依百顺，然后对你非常的好，你会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吗？我觉得我的个性不会。我觉得我要插嘴，你要看 King 几岁遇到这个女孩子。他现在也不会啊。真的假的？对啊。那你再等他10年，然后他再遇到这女孩子，他一定会跟他一辈子下去，什么都以你为天，对你很好，然后也不吵不闹，然后也不跟你多要求什么。你50岁遇到这个，我觉得你每个时期想要择偶的对象其实会不太一样。那你现在想择什么？我现在比较想去当一日男模。他想要追寻自我啦，我想追寻自我。他还想要挑战些什么？到底从事男模店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对他来说他都教过了，所以没有什么烦恼。对啊，所以你想要体验365行的意思？我觉得我的个性是那一种，就是想多尝试看看。当然我讲的尝试是你有一个基本的工作了，可是我觉得人生有点像你刚刚，就是我怎么可能人生只有这个男朋友而已？我从以前你刚刚比如说我从18岁开始就会想自己有事业啊，有一点点是这样，就是好，既然我从事了这个行业，可能小有一点成就，也比较稳定。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我就稳稳的这样子下去就好。可是我就会觉得我不是这样子的个性，我就会觉得我有点像把它看成像当初看感情这样，所以我就很想说，那我还可以做什么？我前阵子刚好有一个朋友访问，因为他是做 podcast， 然后他刚好访问了一个男模，然后那天我刚好就在旁边啊，这样听啊，稍微看着一下，我突然觉得，对啊，我怎么没有想过做看男模这个行业？其实男模跟调酒师很像，只是调酒师你不能跟客人肢体触碰，但其实男模就是一个调酒师，就是你要听你的女客说她任何的事情，其实是担任一日男友的感觉，不要一日啦，就是一小男友。但其实我觉得蛮适合的，很适合啊，你就跟他讲话。因为本身当发型师嘛，以前都是要常听女客人讲，对啊，一样。然后只是你可能听女客讲，你不能卡来秋来，但是男模会馆你可以看那个眼色，所以男模是可以对女生客人可以啊，完全对他很热情，就把他当女朋友。我一直以为他可能比较像酒店，是女生对我们卡来秋来，然后我们要维持女生也会，但如果你遇到比较避俗的女生的时候，你就要主动去勾她的肩，抱她。对，来啊，喝酒啦！你这样越讲，我越想去试试看。晚上，我觉得择偶的条件是这样，你每个时期你会觉得，其实你会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有时候可能是需要是有一些新鲜刺激感，你有时候需要的是有人可以听你讲话，甚至有时候你不讲话，可是你做什么他其实都支持，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讲任何话，你懂我的，红粉知己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我去定义一个东西，其实我也很难去定义到底要的择偶条件是什么。你这逻辑在里奥纳多身上是不实用的。没有，里奥纳多逻辑是什么？25岁的女生，对啊，她很专一啊。你只要一过25岁，她就是不一样，就分手。他逻辑很简单，他目标明确啊。他从小到大的择偶条件非常的明确，就是25岁。我还是可以举个实际的案例。这个案例是我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才发现，我真的不适合这样的个性的女生。因为我就说嘛，以前就是比较渣一点，就是什么女朋友都交，也可以说我真的是想要追求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不知道，那之后交往才知道，就像是薛丁格的猫一样，就是你不把它。可是我没有遇过你什么都交的那个时期。没有，我最渣的时候你还没有认识。我要跟那个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讲一下，我跟小欧其实认识非常非
非我们是真的吗15、16年嘞。对，真的。可是但我认识他也13年，对真的假的他以前是我客人。可是我一认识小的时候，他的人设就是那个爱女友啊、爱妻爱家那个人没有，我那时候认识你的时候还没跟菲比在一起，没多久就跟菲比在一起，很快。对，我先回到刚刚讲那故事，是有1年，我操，我直接交日本女朋友，我想说哇，容许我叫你一声大哥哥。我好像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我记得在一起好像2个月还3个月我就分手，因为太亚美爹了。我先亚美爹还蛮不错的。但我先讲几个是我一直百思不解无法接受。第一个是我没有看过他卸妆的样子，我跟他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我去他家住嘛，我睡觉前的时候他是满妆，然后他是等到我睡了再把妆卸掉，然后我隔天起床的时候他就把妆化回去，所以他就是永远睡得比你少。然后我第一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说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个礼貌，他不想要让我看到他不好看的样子。以前当然会觉得哇好有面子，我他妈找日本女朋友，突然就觉得好像心里有点空，就是觉得好像一直亏欠的一件事情，这样我说不出来那种亏欠。那你可以装睡啊，然后就会拿起来卸妆，然后你就说哦，我逮到你了，卸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子？你那么皮，你一定会干这种事的啊。有一次是我们去动物园，然后我想说啊，去那边总是要买个早餐嘛，他说不用，我准备好早餐跟中餐，什么爱妻便当，你知道吗？真的是爱妻便当满满的，那一看就知道会花很久时间那一种。从那一刻之后，我就觉得干我要跟他分手。为什么？我觉得我受不了，万一我哪一天跟他劈腿或什么之类，我就 OK， 对不起这个人，你知道吗？让我觉得我在恋爱当中，我一直压力很大，压力超大，就是他爱你多到一个无法呼吸，我真的无法，就是他没有在做自己，他没有给你那个轻松感。对，因为我就宁愿你卸妆没有说，然后有个眼屎在那边挂着啊。像菲比跟他在一起的没多久，我刚你可不可以在我面前放个屁？他说你是干神经病哦。我说对啊，我说你在我面前放个屁，我觉得好像我们比较真实一点，你知道吗？那一段的关系才让我觉得说哇，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一种真实一点的。可是我觉得他也不是不真实啊，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是文化的关系啊。你看所有日剧好像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讲到说，文化不同真的差很多。大家会觉得亚洲人已经很相近了啊，没有，更何况是中西的差异，很可怕，真的。我以前也认识几个日本人，我对他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很有礼貌，就是礼貌到你会害怕。后来其实我想一想也对啊，他们的国家文化就是这个样子。我常讲嘛，入境随俗，就是他们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也跟着这样子就好了。可问题是入境是他入我们的境，他现在来到台湾，就是他看我们，其实他们有时候他们也不是很习惯，他们其实也很不习惯台湾人。比如我们台湾就会说再约，这个再约对他们来说可能是5年后超痛苦的一件事。他就在他本子里面记这件事情，他就是说小欧跟我说再约，然后他就会问说那什么时候约我？每天问我说干我再约就是他妈老子心情爽在约你啦。他们真的会就是记得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可能对台湾人来说是个口头禅之类的，像我们的一些卫生习惯或者是一些东西，对日本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我有去日本，然后跟几个朋友去他们的应酬的场所，才知道哇，他们真的超拘谨。比如说第一个，你下了班，老板说我要去喝酒，同事就必须要说，我要一起去。对啊，因为你不一起去，日剧好像是这样。不用，那是真的。真的，那是真的，没有演的，就是真的。也不能说回家照顾妈妈什么的。你就近几年比较好，就是会说可以回家照顾妈妈、照顾猫咪，但是你就会被当成公司的异类。他觉得你不合群。他们一次会为什么？你看他们每次一定会先点什么 highball 啤酒，第一杯一定要点这个，因为你上饮料时间会一样，他们一定要等到大家干杯之后你才能喝。所以其实我认为文化的教育跟所谓的父母亲的管教是真的影响小孩很多啊。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看法？比如说我的个性其实也有点受我妈影响。我从小我妈就是一个很民主的人，可是我爸是一个军事化管教。刚刚我听了，就是小时候爸爸其实要你去学校是好好学做人，我爸爸是除了我要好好学做人之外，我一定要保持在前3名。那结果你看你现在变怎样？所以我从小就是百般被毒打，就是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考不好，我可能才考第6名还是第7名，我整个晚上就是跪在家里面这样子，世界毁灭。对，然后我还记得一边跪一边看书，我记得10点11点吧，终于放我去睡觉。那可能我爸越想越不甘愿，怎么我儿子可以考得这么烂，又把你我睡到一半被挖起来打。那你知道怎么打吗？就是因为我爸是这样打小孩呢，但是他不会拿什么水管啊、衣架，没有，他就是打巴掌。我爸都是用打巴掌。那你现在听力还好吗？还 OK， 厉害的嘞！我现在这边骨骼超强壮。
觉得为什么会考不好，然后他就去翻我书包，然后书包翻出来就以前的历史课本，然后历史课本以前不是会很多伟人吗？而且上课超无聊，就画他，就会画课啊。我爸就从第一页开始画一个图，打一下。天哪！我靠！他说你不尊敬伟人啊，对，反正各种理由啦。对，那我妈就是一个比较 open， 就是我妈以前是学霸，然后再来是出社会，她其实就进外商公司上班。就像刚刚讲的嘛，那个主管其实都是老外在台湾，以前我妈在雀巢奶粉，所以基本上都是跟一群老外跟比较西方的文化人的鬼混在一起，所以会比较民主。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嫁给我爸，所以我从小就会觉得，在我身上其实得到的东西就是极端的差异化。比如说我不想念书，那我也常会跟我妈抱怨，我真的不想念书，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我可以考好成绩，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那我妈总会问我说：“那你想做什么？”我说我还不知道。那我妈就说：“那就先念书吧。”这个影响我蛮深的。我觉得你妈很厉害，因为她并不是说先否认你。他会说 OK 的，我是支持你的，但是你要告诉我你要什么。我从小其实就学会，就是原来我真的不想要这个的时候，我必须先想好，那我要干嘛。所以我从小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想这一些事情。后来有一天我就想通啦，我就跟我妈说，好像16、17岁吧，我跟我妈说我想好我要做什么了。我妈说那你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要当黑道。什么？你妈就傻眼了。我妈竟然没有反驳我。我妈只问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去做黑道？”以前在我们来讲，我想去剃头，然后我妈就说：“啊，你为什么会想去做这个？”我说：“我喜欢那一种，就是大家都崇拜我，就是后面有一群小弟这样子。”我妈竟然很巧妙的回答我：“那你这不是当兄弟啊？说你也可以当老板，老板后面不是也跟了一群人吗？”你妈真的很有智慧。对，然后我妈说：“你也可以当主管啊，主管后面不是也跟一群人吗？”她很会引导。她说：“你只是喜欢这样子的模式，不见得一定要做这样子的行业。”用那时候想一想，好像也是哦。你很容易被你妈说服而且我妈跟我讲，去剃头啊，很容易死掉啊。我妈说：“你不要拿你生命危险开玩笑。”我妈说：“喜欢这样子的氛围，不见得要做这样子的行业。”我为什么个性会比较像我妈？是其实我对很多东西其实就会保持着有任何可能性，东西并不是会被局限在一个答案或者是一个特定上的部分。好想认识你妈。她有任何的可能性。我觉得我的个性就会比较偏向我妈，其实也是从小被我妈影响。我爸的那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是从小排斥。其实我们家是2兄弟，我弟的个性就很像我爸。我弟就是从小因为这样的教育之下，我弟就会变得就是一板一眼，很拘谨，然后任何事好像就会怕犯错，然后比较不会变通，比较不变通。可是他非常恨我爸，因为会是这样的，你越像那个人，你就是越会讨厌他。对，我比较像我妈，可是我也没有讨厌我妈，没有，因为你妈是好的标杆。对，我弟到现在可能还是很，就是心中有那一块阴影，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爸爸以前都是这样，他到现在还是过不去的。你弟有一直换职业吗？我这样想起来，我弟的人生轨迹跟我爸一模一样，就是我爸就是念完书之后就在工厂，我弟其实也是啊，就是念书，然后毕业出来就到工厂，然后就一直在待在同一间工厂里面，就没有再换过了。想一想，突然觉得蛮恐怖的，其实蛮恐怖，就爸妈对自己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文化啦，不管是家庭的教育啦，其实对我们个人都会有所影响在。我有被我爸有一个个性影响，但是在我的某个年纪时有被改变。是我爸他其实小时候老一辈的爸妈都比较大男人，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多少都会对另外一半有一些不能说暴力倾向，就是会打架，就是互打或者这种状况，所以从小看到眼里。那个时候我其实蛮讨厌我爸，甚至因为这样我还跟我爸干架过。从我跟我爸干架那一天开始，我爸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觉得好像这件事情不对，他就没有再做过这件事情，也因此我爸对我的管教就变了180度改变，就是他有点宠爱过头了。就是那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有一段的时间就是会觉得我犯了什么错好像都没有关系，我就算劈腿没有关系，我就算骗人也没有关系，就是有一点价值观偏差到这种程度，我都觉得。可是那也是合理的，因为一开始对你爸的形象是你完全不相信他，到后来他反过来讨好你的时候，这会有一个你的内心会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因为以前你会怕他，然后也会听他的，可是后来发现他那么低头之后，你会觉得突然就会觉得哇，就是围起来了。所以其实后来我在我们家就是，其实我们家谁有话语权就我。
我爸妈完全没有话语权。那刹那间你爸一定会觉得自己变老，而且会一老就会老得很超多，就会老得很快。我爸50岁就退休了，他50岁退休那一年没多久，他就整个老超快，我无法形容那个老的速度，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在家里的一个地位。然后后来我做错了一些事情，犯了一些错，干了一些蠢事。正有一天突然就觉得说，怎么会人生活得这样子？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那种的感觉。然后你跟同事的关系也没有处得很好，你跟很多人的相处也都有点我行我素那种状况。然后我才发觉到说，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子，我不能把这样子的关系再持续下去。自我察觉那一刻打开了，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很多的人现在看到的我的个性，跟18岁认识我的那个我，其实截然他妈不同。好险我没有认识18岁。我18岁的那时候，他妈狂妄到掉渣了，好不好？就是好想跟你较劲哦！我18岁的时候也超狂妄。对啊，就是我18岁根本就不害怕什么进警察局没有差，我完全大无畏的那种状况。就是从那一刻，年轻啦，青春啦，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真的意识到说，我一定要改变，我真的不改变不行，因为这样子我无法预料到我人生的下一辈子变成什么样子。但也因为我妈的个性，也导致我脾气很冲。我妈会是跟我爸干架那种人，怎么会逆来顺受？她是真的跟我爸干架。我妈有个很屌的历史，就是我爸以前收藏很多贵的酒，我妈有一次抓到他去北投去泡情色三温暖那一种，我妈就说：“你现在赶快回来，你晚1分钟回来，我就把你1瓶酒给倒掉。”哇，好辣哦！哇哦，操你妈！我们家整间都是酒味。我就跟你说，我妈才是真他妈大无畏的那个人。你的个性就跟你妈一样，我跟我妈超像，我妈超级见义勇为的，我妈就是会动不动跑去跟邻居吵架、跟路人吵架那一种。我从小就觉得哇，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哦。我觉得我的那个正义勇为的那个行为来自于妈妈，来自于我妈。我老婆还是女朋友的时候认识我，她也觉得这个家伙是神经病嘛，就完全不受控，就是会有一点脱缰的野马，完全不晓得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我妈刚好颠倒，我妈从以前就是教育我们，就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就好。可是我爸跟我妈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其实都不希望你去做某些事，可是两个人的手段不同，一个是用强制性不准你去。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很想打耳洞，可是你要想，现在打耳洞很正常，可是在我那个时候国中毕业吧，像吸毒一样，打耳洞基本上是一个大逆不道坏人啊，对，就是什么以前说什么男生不好养才要打耳洞，我还记得我爸那时候不准我去打耳洞的，他说你打耳洞你就不要再给我回来了。我的个性就这样子。有一天我跟我妈说，我今年生日满18岁，我说我就是想要打耳洞，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想打耳洞。我妈说好啊，走啊。我妈真的是开车哦，带我去那个中立火车站前面，因为前面整排都是有在卖手表打耳洞的。我妈就找说啊，你要去哪间打？我就随便找一间，然后我就下去，然后那个店员小姐就说，哎呀你要干嘛？我说我要打耳洞，然后叫我去挑那个要打的那个耳环，一组就是2个。我说我要打1个，然后在左边这边。我妈说等等，我就说啊等什么？然后我妈就说要打就一次打多一点，所以她叫那个小姐这边帮我打4个，这边帮我打4个。你妈很猛，所以我一次打了8个，痛死！真的痛死，照料伤口。然后啊，你知道，因为我们第一次打也不会照顾啊，就是会流脓。我刚刚就讲了照料，对，然后就很痛啊。你还要照顾8个，对。然后我妈就那种很清淡的，就这样在打，不是很喜欢打。你妈很恐怖，你妈才是最恐怖的军阀超可怕。我妈就说要就一次多一点，打1个干嘛？一次给她打个爽。其实蛮有趣的啦，我觉得这一些现在想起来，那你后来有觉得你妈在整你吗？有，真正觉得我妈在整我。其实我前夫是有名人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在演一些小配角啊，他是一个很棒的人。3个月以内就所有东西都砍就，我前夫也真的很棒，就。这要帮我上字幕。我个性这么 social 的人，可是我躲在婚姻后面10年以上。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工作，所以我为什么说女人一定要有工作，要有收入？他们常问我说：“你怎么保持年轻的？”那我年纪真的很大，我常就开玩笑说：第一喝酒，第二就是要。这2样事情会让你维持年轻，永葆青春。是我发难说要离婚，他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你都。这要上字幕，不管这是不是虚构，我觉得这绝对是真实的事情。然后我就受到这个日剧的启发，所以我才展开我新的人生的。我也觉得老娘中间时间，老娘就是要
我们要赶快把它录完啊！你这样不剪进去，我也要讲。民国几年了？我跟大家找我来就是录完。我跟你讲哦，